这个视频来讲讲大家都很好奇的欧洲滑雪住哪儿，多少钱？之前说过，欧洲这边很流行以星期为单位滑雪度假，周六开始，周六结束，周日休息一天，周一开始上班。你在一个地方住一周的话，尤其拖家带口的，一般酒店的标间就不那么能满足需求了。所以欧洲这边很多雪场都会提供公寓式或者是木屋这样的住宿，带厨房、洗衣机、冰箱、洗碗机、微波炉啊、锅碗瓢盆，还有一些基础的调味料，反正是非常非常齐全的。住宿风格相对居家，房间的话都比较小，有的房间是有上下铺的，有的房间是沙发床。但是价格的话也是比酒店划算很多的，算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。从2个人的开间的公寓啊，到2居室啊，到可以住10个人以上的独栋木屋，反正可以满足各种人数的家庭的需求。价格的话，其实提前2个月左右订也不会太贵，如果你旺季临时订的话，就非常非常的夸张了。举几个我身边的法国2月份旺季的雪场例子，葱人谷8人的大公寓，11月份左右订的话，价格是3000欧6晚，但是到1月份再看的话，同样的房型飙升到了9000欧。我自己的房子也是提前订的，就还可以接受。然后我现在做视频的时候查了一下，大概是我11月份订的时候的价格2倍多。但是三峡谷这边是欧洲比较贵的雪场，和瑞士差不多。法国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雪场可以爽滑一周。提前订的话，一个卧室、一个客厅沙发床的4人公寓，价格在800欧左右。我是觉得也挺好的，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去30个缆车以下的小雪场，主要是太小了，一周容易滑腻。而且小雪场的话，海拔不会太高，况不太有保证。比如今年就是暖冬，阿尔卑斯山这边听说几个1500米海拔左右的雪场1月份都关停了。但这种公寓式的住房退房是有讲究的，需要自己打扫卫生，包括但是不限于你要带走所有的垃圾，洗好自己的餐具，用他们提供的吸尘器吸地，最好是擦擦桌子。虽然你觉得你可能支付了清洁费啊，但是你仔细看这个条款，应该可以看到这些清洁费是很基础的费用。我这边就建议你收拾干净了，来的时候什么样，走的时候什么样，不然假期结束了，账单还没结束，东一个餐具清洁费吧，又一个地面清洁费吧，不够心烦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想提醒的就是烟雾报警器，大家如果炒菜的话，一定要开抽油烟机，最好通风。这个烟雾报警器如果响了招来火警的话，也是会罚款的。那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进3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